我是一名刚步入职场不久的工程师，每天都要跟图纸、现场和工人打交道。旁边这个女孩是我交往了2年多的女朋友，一眼看上去她是个漂亮活泼的女孩子，但实际上她是个急脾气，还喜欢多疑。每次她生气的点我都理解不了，在我看来她总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无法体会我的想法。我们分分合合了几次，大大小小的吵架也是无数次，我找不到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和她相处。她爸爸也不支持我们在一起，而且我们2人的消费观也不同，好多问题摆在我们面前，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继续。掌声有请这一对，有请。男嘉宾小坤24岁，来自湖南工程师；女嘉宾小文22岁，来自河南学生。来，有请2位，有请。欢迎2位哈，大学同学吗？对，我们是大学校友。你高他几级啊？我高他2级。哦，你毕业他还在读书呢啊？对。现在这个小片的最后自己问了个问题，问我们说不知道该不该再继续。我大概听小片就总结了几个东西，我就围绕你小片你自己说的，我们来听听细节好不好？第一好像是说看起来很活泼，但是脾气很急。这个急的背后理解是不是觉得这女生脾气比较大呀？对，感觉她有时候脾气确实。你举例子说给老师们听好不好？上个月她回老家办点事儿，正好，然后那天下午的时候我在工地上那个工作，她给我打个电话，当时我一听电话我就觉着，感觉有点不对劲，我就感觉她怎么发火了是吧？我就稍微试探一点了，我那个问她说：“亲爱的，那个怎么生气啊？”我不问还好，一问更吓人，彻底爆发开了，直接火大了。为什么这样呢？我前一天我就已经给她说了，我说我第2天我要去办我的档案，我学校里边需要的档案，我说我要跑1整天。第2天就是天气特别热，天气一热我就有一点心烦。重要的是我来回折腾了好几趟，然后那个公交车还没有空调。当时他一天他一个电话都不给我打，他前一天是知道我要去办档案的，然后晚上5、6点我办完了，我回家我就想着给他打个电话吧，看他在干嘛。我给他打电话，他也不问我今天有没有把这个档案办完，上来就问我怎么又生气了，他都不知道。明白了，他只知道你生气了。他忘了你认为很重要的事儿，办档案是这意思吧？对，我前一天就给他说过了。类似这样的事儿应该很多是吧？对。你再举一个我们听听。就比如说以前嘛，有次他坐火车，他坐个夜车，我就陪他嘛，我就陪他视频啊，电话里头陪他。等到他11点多困了的时候，他睡觉的时候，然后我就继续去工地上上班嘛。这太厉害了，这男生啊，来。然后第2天早上我5点多，那个工地上出了一点状况，我就急急忙忙，早饭没来得及吃，我就去处理事情去了。然后忙到差不多10点钟了，突然想起他是9点09分到，我就应该联系一下他。然后我就打电话问他，结果又火了。他知道我坐的是夜车，本来我一个女生坐夜车就不太安全嘛。他知道我9点09分下火车，他快10点的时候，他问我你下车了吗？我当时我就心里面特别生气，明明知道我几点下火车，快10点的时候都将近晚了1个小时了，问我有没有下车。我特好奇问一句啊，这个火车缓缓的滑进站的时候，你就没拿起电话说我已经到了吗？你没给他主动打一电话吗？他都不主动关心我，我坐的还是夜车，我为什么要给他打电话呀？他作为男朋友，我们现在还是异地，他都不知道主动联系我一下，关心我一下。所以这个年轻的同学们啊，你们听一听男性心理和女性心理。再举一个例子啊，很有意思啊。就说也是一个最近的事儿，最近我俩见了一次面，都日晒8竿了是吧？9、10点了，你赶紧起来吧是吧？咱们趁着那个咱们在一起时间也不多，咱们赶紧就是出去多玩一会儿碰面是吧？他不肯，然后结果就在床上睡懒觉。然后我就催他几句吧，这不又火了。我是来找他，是来玩的。你们俩为什么异地了？他回他们那边工作了，我还在上学。他回湖南了是吧？对。那你在哪儿读书呢？我在郑州。所以是这么异地，明白了。然后你去湖南找他玩。对。然后呢？我就是趁着星期天嘛，然后我有一点时间，就想着去看看他。对。然后我坐车坐得那么累，第2天我想多睡一会儿，怎么了？而且又是夏天，天气特别热，我就不想出去嘛。我本来就不白，再晒黑了怎么办？我就想着下午天凉快一点，再和他一块出去。然后他就一直讲大道理，一直在那说我不起床，说我不懂，没有时间观念，就一直在给我讲这些。是，这个。我就觉得他特别的无理取闹。怎么说？
是我无理取闹，是吧？你平时你不要这样，你包括寒假暑假在家，你不管是上不上课，或者说有没有实习，你都是这样，早上9、10点起，然后11、2点才起来，你说是吧？你才年轻，你才20岁出头，你整得像一个老年人生活似的，是吧？这多不好呀，是吧？你晚上你早起一点，是吧？多好。老年人起的都很早，我们这老年人起的都特别早，年轻人才睡懒觉呢。如果没记错的话，小片里还说你们分过手是吧？对，经常吵架是吧？对。你们吵架吵最厉害的吵多久？我这样跟您说吧，我们不吵架时间是25天，平时都是1天小吵，2天中吵，3天大吵，4天暴吵，基本都是这种情况。然后第5天就会分手喽？第5天不会分手，第5天就是变冷了。哦。那你们分手过几回？谈了几年？两年是吧？2年多了已经。分了3回、4回、3回。分了3回。后来怎么又好的呢？说到分手，不提还好，一提我就非常非常生气。第3次分手是他跟我说的。他在分手之前给我承诺的特别好，因为我们2个异地嘛，就平时联系也就是靠电话。他给我承诺什么以后一直在一块儿，什么你这样急脾气我也包容你。但是分手的时候我就想着我也不能一直让他主动，我就主动联系他嘛，我想挽留，然后就给他打电话他就特别冷漠，和之前的反差特别大。他就说，哼，又打电话干嘛？然后我说你在哪呀？我在哪和你有关系吗？别跟我说了，我现在在玩游戏，就把电话给我挂了。我当时觉得特别的寒心，就前后判若两人。后来咋又好了呢？首先，毕竟心里头还有他，然后第3次是我说不是，那会儿确实是对他特别的失望，自己也特别。因为啥事儿啊？其实也不是什么多大的事儿啊。就是因为一些生活中琐碎的小事吧，吵着了，都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跟他进行正常有效的沟通了。就是我觉得当时想着，2个人之前连正常的沟通都沟通不下去了，那还怎么相处下去呢？沟通都沟通不了，那就还是分了吧。那后来怎么又好了呢？正好也是过年那些天，然后他就天天的那个跟我说啊什么的，再加上我自己，我心里我确实还爱着他什么的，他自己也跟我说，哎，以后不这样子。我想了一下，是一个女孩子，她都这样子说，是吧？你一个大男人似的，你跟着那个点嘛。然后我又跟他复合了。行，这个吵架是主旋律。分手也是常有的，在一起好像就变成了特别值得珍惜的时光了啊。后面还讲了消费观是吧？我是属于那种自己特别有规划，他呢就是属于有1块钱是1块钱。就举个例子吧，今年的3月份的时候，他正好出去实习，那个拿工资了嘛，然后他哥跟我说亲爱的，我要存钱。当时我听着，哎，我觉得这开窍了是吧？然后结果等到4月份的时候，我去看他，我就跟他说，亲爱的，这个月存了几十块钱啊？他就不好意思跟我说没有存。然后我说，哎，没事是吧？这刚开始慢慢来。然后他说没有存，我还欠了点花呗嘞。当时我还是跟他说，哎，没事。然后等到5月份的时候，然后我又问他说，媳妇儿，上个月存了多少钱啊？然后他就更不好意思的说，还是没有存。然后是又跟我说又欠了花呗，我的心里我的天哪，这咋回事啊？但是我表面上我还是跟他说没事是吧？人总有接二连三倒霉的时候是吧？然后6月份的时候又去，他干脆不说话，我一看他那样，估计坏了，肯定又欠花呗了。是花呗是吧？对。然后像我自己平时的话，我对我的工资都是有规划的，我都分成3部分。一部分是那个存钱，为了我跟他的以后；第2部分就是用作我俩的一个恋爱基金；最后一部分就是给我自己留的一点小零花钱吧。哎呀，你1个月挣多少钱啊？要为未来的他存一笔，要为今天的他存一笔，还要给自己存一笔。你1个月挣多少啊，兄弟？你这么能存钱啊？我那个刚毕业也没挣多少，也只有5、6千块钱。但是我觉得你这5、6千，你每个月存了多少？我1个月我能够存个4000多吧。你是吃住在工地是吧？对，我吃住在工地，人家吃住在工地，生活用品都是全包的。会省啊！行，这个花呗哈，花怎么样？还了呀，而且我现在还的。哦，你给还的啊？他就帮我还过1次，而且我现在也实习了，我自己有工资，我自己的花呗就是自己还的，我没让他帮我还。是。但是他每一次都逮着这件事情，就给我讲一大堆大道理。上个月你还瞒着我，又花呗买一台那个5000多块钱苹果手机。我这就是自食其力，我用自己的工资，对不对？我用自己的工资，然后供着自己，我不让我爸妈操心。我现在作为学生，我拿着实习的工资，我可以啊，我自己的生活自理能力也很强呀。但是他每次就逮着这一件事情说，你这符合科学逻辑道理吗？你就不能向我学学吗？你看我
他就给我讲一大堆，所以我就听着特别心烦。那像你这样，咱俩以后我敢把工资卡交给你吗？我工资卡交给你，每个月只进不出了，你说这咋整啊你？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。你如果这样对我的话，咱俩还有以后吗？对，我要问一句啊，如果你们俩有以后了，谁管钱？我管。他就是那种只可进不可出的人。那是貔貅啊，不是。嗨，最后一个是说他父亲不同意是吧？对，为啥呀？为啥不同意这小伙子？肯定是远呀，湖南和河南又离那么远，而且他以后肯定是想着让我过去，我爸就不放心嘛。然后我爸就特别担心，怕我以后过不好，怕他对我不好。那咋办啊？他如果是现在这种态度，那我肯定没有以后呀。但是他如果能改进的话，那就再说。我都不知道他为什么那么多大道理你我讲。见过他父亲吧？见过，16年年初嘛，开学那会儿我还在上学，然后那会儿正好我们刚和好，然后我16年年初可有日子，这是18年16年。对，那会儿是16年的时候，然后年初，然后他就问我到学校没，他说赶紧的，我说啥事儿呀？然后他说你赶紧过来，10点之前到学校。我一听啊，我早上8点多下火车，我马上拿个出租车，马上跑学校。我说啥事儿啊？然后他领我到校门口，我一看他爸跟他妈处那嘞，当时我心里我就懵了，这也没提前告诉我。然后事后他跟我说他爸妈想看看我，看了吗？看了。吃饭了吗？一起？没有在一块儿吃饭。那你爸妈特不满意他吧？我爸妈不反对我在大学谈恋爱，觉得有男朋友也挺正常的，但就是他太远了，我爸妈不放心。我们现在这个情况是怎么回事呢？他家里头包括他妈妈呀、他哥哥、嫂嫂和他姥姥都不反对我们在一起，就是主要是他爸，而且我俩还是瞒着他爸在一起的。哦，那今天这节目一播，他爸不就全都知道了吗？没事，他爸平时不看电视的。这个功课做得很好啊。那为什么在这个小片里把这个问题说出来呢？我觉得会是我们以后走下去的一个阻碍吧，是一个必须要解决掉的一个问题。想过以后要走下去吗？想过。咋走啊？这边我自己的工作刚升职嘛，我对以后我都升职了。对，刚升职了。厉害啊！然后呢？然后我觉得我自己以后工作肯定也不会差，再加上我自己又特别努力，等工作过几年之后，我有一定的经济条件嘛，然后我就把他接过来，到时候我再跟家里凑点钱啊什么的，先付到首付，然后也写上他名字嘛，然后就是能够也给他一些安全感嘛。哦，明白啊。你们觉得你们俩这个现在这关系适合在一起吗？我觉得我们两个性格是很大问题，处事风格也有很大问题啊。我觉得不是很适合。哦，所以这么一段关系哈，应该怎么办呢？我们一起进入新阳美容 APP 丘比特问卷。这就是你们两个人思维模式导致价值观的不同，一种叫感性思维模式，一种叫理性思维模式。女方会觉得，你能够让我开心，你抚慰了我的情绪，你不让我生气，就是你对我好，对吧？男生整天想的是我什么时候把你接过来，我存了多少钱，将来结婚的基金，我们两个人的生活进入了一条预设的轨道。所以你们现在要思考的问题是，我愿意为对方改变多少，我愿意站在他那种理性思维去想多少，我愿意去抚慰他的情绪多少，我愿意用他的感性思维去想多少。如果你们都不愿意去为对方做改变，那么你们的不合适会越来越增加，爱会越来越少，最终是无法去容忍对方。所以合不合适这件事情是你们最后终极要问自己的一个问题，我愿意容忍多少，我愿意改变多少。谢谢大家。好，谢谢陆琪老师啊。我觉得这男生说了这么多，特像我上大学时候我爸对我那样。我爸每天早上打电话说：“哎，你起床了吗？你怎么还睡觉？你怎么不下楼跑步去？”你知道，就这种心理，然后这种心理就会让我有一种逆反，就你越问让我起床去跑步，我越不想去跑步。就是你是一种说教型的男友。但是作为女朋友的我来说，我不需要懂那么多的道理，我也不需要知道那么多，我也知道早睡早起按时吃饭对身体好，可是这个时候我就是想睡懒觉。就是你可以用你的方式来引导我，但是不要教导我该怎么做。你是男朋友，你不是爸爸，我没有义务必须要听你的安排，因为不是所有的事情是有标准答案的。但是现在你给他的一种感受就是，好像所有的事情你都是正确的，你是那个风向标，我必须要向你看齐，我做什么事情都是不如你的。这样的话就在感情上产生了一种不对等的心态，我好像感觉我永远低你一头，你永远那么高高在上。所以就那句话嘛，就是你懂得真多，你说的都对，凭什么呀？
这就是女孩子的心态。你说了那么多的大道理，说了一套一套理论，可是我真正要的是什么？要的是你记住我今天去干了什么，能够及时给我打一个电话，及时给我问候，这是他要的，明白了吗？那对女生我想说的是什么呢？你一直在强调说啊，他没有时刻的关心我，他没有时刻的给我那么多的关怀。可是我想问的是，你有时刻给他关怀和时刻给他关心吗？你知道你坐了一夜的火车，他陪你视频熬夜，然后第二天还有工作，你有考虑过他的感受吗？所以相互理解非常重要，因为你只有用这种相互理解的心态去理解了对方，你就能知道对方为你付出了多少，学会更多的容忍，更多的包容，其实是让自己过得更舒服的一种心态，明白了吗？好，谢谢二位。好，谢谢山道老师。来，刚才是男生说的是无法沟通是吧？对，这无法沟通的背后是什么？并不是你们彼此的生活习惯的相冲，而是彼此不认同的相冲。你想管住他，你是看不惯他这种方式。女孩也同样，有些小毛病、小脾气是可以发的，但是真是这么没有节制吗？真是要这么吵下去吗？这么吵还有什么在一起的必要吗？明明是不够深爱对方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样的纠结的在一起，有什么意义吗？所以说我给你们建议是，最好是能够冷静的想一想，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曲总。来，涂老师。事实上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喜欢讲道理的人，但唯独在喜欢的人面前，我们不喜欢讲道理。这句话不只针对于女生，同样也针对于男生。这种所谓的不讲道理，俗称的任性，不简简单单指的是索取，也有付出。总而言之，那是一种不理性的疯狂。但是在情感当中，的确要有这么一点任性。我始终认为那些把生活规划得特别好的人，是有点冷的。他们天天在算成本，算生活的成本，算情感的成本，以便用最小的成本来换取最大的幸福。但其实算来算去，幸福感早算没了。我也觉得这个男生爱你，但没有那么爱。事实上，在他理性规划的整个过程当中，很少有这样同年龄的男生这么会过日子的。这是他的优点，但优点的背后也有他强大的压力和缺点。的确，你们两人的性格是互补的，但互补的性格未必能够在一起生活的特别好，也有可能因为性格的截然不同，两人过不到一块儿。所以如果要互补，是有一个基础条件，那就是我的生活方式我只用来要求我自己，而不用来要求对方。比如说，男生是一个节俭的人，是一个有规划的人，这是他长期以来的生活方式，但我只用这种生活方式要求我自己，我不用这种方式要求你，我不要求你的工资每个月也划为3份，跟我一样，这是一种生活习性的尊重。你也是一样，你是个月光族，你不能要求别人也像你一样没有止境的话。所以说来说去还是最后一句话，性格互补能够慢慢变老，但前提条件是我们先管好自己，我们不要老想着去管别人。长久以来几十年的生活习惯、审美等等等等，甭管是感性还是理性，在尊重的情况下，我就是把它用来对自己，而不来对别人。比如说，我也是一个节俭的人，我甚至是一个有强迫症的人，我是一个有洁癖的人，但我不能用这样的方式去要求我的妻子，那样的话她就会很累，那不是她的习惯。而事实上，当我每次回家的时候，我发现地上很干净，当然那是表面上，橱子里角落里到处都塞着东西，但在那一刻我不会生气，我不会认为他是在蒙骗我，我会认为他为了让我高兴，他做出了一些改变。所以我们只管好自己，同时再把他接到湖南去，瞒骗着他的父亲，想把他做成木已成舟。你认为这件事情讲不讲道理？
不讲道理。所以你也是个不讲道理的人。你的讲道理完全是顺我就讲道理，不顺我可以不讲道理。你的不讲道理是建立在自私的情况下，当然在这个问题上是这样。其实你也想省钱，但因为有这么个会存钱的匣子，你觉得我存钱的义务也就少了一些，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涂老师。生活的本质是让我们快乐、轻松，爱情的本质是让我们在轻松当中有一些小惦记，有一些小冲突，有一些小不愉快，但是它让我们内心更加的愉快，因为我们找到了一生可以依托在一起的一个人。可是我现在发现很多人谈恋爱啊，把这个恋爱谈得特别拧巴，非要逆流而上。我觉得你们俩恋爱就谈得特别逆流而上，天天在一起吵架，为什么要在一起呢？这我的想法。所以我最后琢磨出那点人生的道理，其实特别简单。如果你能让你的生活一直处在顺境里面，就千万不要给自己去制造麻烦，让自己逆流而上。生活是这样，工作是这样，情感也是一样的。所以我是觉得，一段感情如果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是特别的累，是痛苦的，是不快乐的，是制造麻烦的，为什么要在一起？祝你们快乐啊！来，接下来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。那会儿我上大3的时候，你上大1，你在学校食堂兼职，然后一来二去啊，咱俩就在一起了。像咱们现在能够大学毕业之后还在一起的是确实不多见。反正我跟你当初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就想好了，以后想跟你一直走下去。我这边我确实是现在加上升职啊，我工作确实特别很忙，对你疏忽了，没有那么关心。但是我请你知道，你还一直都是在我心里面，我一直都挂记着你的。你挂记着的那支口红，我也托人从国外给你带回来了。就是我身上你有不满的地方，我会尽力去改，然后同时我也会找到更好的方式来与你沟通和相处。你每一次都这样说，我都不知道这一次到底该不该相信你。好了，时间到了啊，请亮灯。谢谢两位啊，请回。来吧，请关门。来吧，看看两个年轻人的选择吧。请开门，请开门。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话筒。来，我们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，各位请见证。我真的希望你能听取各位老师的意见，多照顾一下我。